Hello，我是 Nobu 这一次开箱这个海洋堂的这个系列，这系列目前在日本广受好评，那台湾少数的人有买有玩它就是把以前最早期的一些海洋堂的 GK 重新做成塑胶射出。那这一次是这3款它是3只合在一起。那这3只 GK 非常有名哦。它的原型是因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等于是很早期绝版的产物然后这是初号机、2号机跟0号机，这是 TV 版的这个说明书。它的组装很简单都是1页就可以解决掉了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它当初初号机有另外是杂志的附录这个就是这3只 GK。那 GK 的包装在这边刚好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GK 初号机，然后原型师是佐藤拓。那佐藤拓因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几盒这些 GK 都还蛮珍贵的，不贵啦价格不贵，可是蛮珍贵的。把这个 GK 做成塑胶射出。其实之前海洋堂有一个计划叫 Digital GK， 就是数位 GK， 它就是直接用3D 列印去印，那个系列应该不受好评。等一下，我再一起换个角度拍跟这一支，为什么我会有这一支？这个是之前这个杂志附录，那它就是附了这支初号机，就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专门是在讲它这个系列里面的所有一些涂装还有一些范例那目前大支的最新的是已出的应该是量产机跟5号机5号机，然后接下来会有13号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寸跟这个尺寸是差非常多它的 GK 的版本跟那个塑胶射出的版本。GK 的细节非常的好，然后 GK 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大，它这个底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座多了一只使徒的整个完整的手臂左边的手臂也是，然后这个底座只有小小的一个，然后脸当然是比较不清楚了。然后 GK 的状态，这个后面的那个电源线，其实还原度非常的高了。这是0号机2号机，这个系列甲组需要上胶水这个它就是把它全部就是 GK 塑胶射出化嘛，所以它没有特别去设计它的卡榫，所以还是要上胶才能做。那我当初这个是有上胶了在某些部分我是有上胶的。那像这个2号机，2号机大家有看到这个腿这个腿，你除了上胶之外，你可能要无缝，所以这个系列其实算难易度蛮高的。
啊，我可以先加注起来啦，加注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一样啊，我的这个煮法很简单啊，我一定是2只切口钳嘛，先剪第一段，比如说这样，我就先剪外面，啊，它就会有一段嘛，然后等一下再靠近剪。如果以这个零件的数量啊，我一次会把它全部剪下来，所以我就会一开始我就会这样全部剪，因为它这个零件也很好分呢，所以像我都会一次全部剪。啊，甲组需要这一罐，因为我做一个3D 列印的，它比较不会翻倒。啊，我习惯放一个盒子啊，像这个零件就靠近的地方，因为我这个是神之手嘛，那我就是像我就会剪比较贴了，然后多余的像这里这个地方。可能就需要用笔刀修一下嘛，修一下。那我习惯用笔刀之外啊，我很喜欢用那个陶瓷刀。那这个陶瓷刀你们要去哪里买都可以啊，或者是用什么三角刮刀啊。三角关刀我还没买，所以就这样，我就喜欢用陶瓷刀这样刮一下。然后像这个这边也是，这里有时候我会笔刀一起刮，边削边刮。原则上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再组几个零件，示范一下就好了。反正剩下组起来我再一起拍。这个身体2件，另外1件在这里，这样剪，在这里。好，那这边不用削，不用刮，就稍微削一下，不要凸出来就好。就这样。OK， 然后这2件合在一起，我就这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可能就要上胶水了，因为它这个海洋糖这个是没有卡榫的。那这种留缝胶沾一下，沾一下。留缝胶这个开口的地方这样沾一下。因为这只还蛮小只的，它没怎么不太受力啦。所以你也不用上太多胶，这个地方稍微沾一下。然后前胸甲这里。稍微刮一下，吹一下，
然后一样，这个地方那就直接粘了，我直接从这个缝隙这样流进去就好。就这样前胸夹就做好。那以此类推啊，我把这只夹住完。然后它这个腿比较特别啊，我这里讲一下，它需要无缝啊。那你，因为它是这样左右合的，哦，整条缝可做可不做啦。那不做是有点丑，啊，反正如果要做的话，就是一样哦。那也是一样用这个留缝胶，这样先这样。如果要留缝胶的话，你要做无缝，你整条都要留，要稍微让它有一点微微的缝隙，把所有的胶都这样流进去。然后留完之后啊，因为留缝胶它这个顺干的还蛮快的，所以你稍微大力一挤，它有时候都会跑出异胶哦。这看起来是没有，这看起来要另外再补了。可能模具的密合度有限了，所以如果你要做异胶啊，它这个密合度要非常的好。好，反正就是先把它粘起来，固定它。哦，夹住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田宫的模型胶的尺寸，然后可以看到那个早期的 GK 就是很有魄力的。可以看一下这3只哦，0号机。那主要来讲一下0号机哦。0号机当初的就是多了这一把枪哦。这个 GK 很少有这个枪。这0号机的头做得很细哦。它这里很有趣的，你看它的脚是没有纹路的，可是这里做了一半的纹路。然后2号机完全没纹路，2号机的脚。然后初号机还蛮有诚意的，初号机是2只脚都有纹路。这一套真的是蛮不错的，价格很便宜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真的可以考虑。我记得是600-700块而已吧，有点忘记了。好了，那这次开箱就讲到这里了，拜拜。